所以它这个要卖多少钱？这一套23.4吧。23.4。22的话可能还需要再跟业主磨一磨，再磨一磨价钱。看看情况。79是吗？哎，69还是79？这个69。现在是早上的10点钟，我们要去清远啊，号称广州的鹤岗。我们看需要多久才能到达这个地方啊？我估计可能得2个小时吧。我们去带大家一起看一看，广州能不能买到2000块钱1平米的房子。整整花了2个小时才来到影展站，然后呢，我们要到去看的那个小区呢，还得需要打车。不过呢，我们先要品尝一下清远的美食，准备去吃这家的鸡，吃鸡呀。今天我们点了一个包汁鸡啊，这是他们家的特色菜啊。现在他们那边卖多少钱1平米啊？5000多，5000多还能卖得掉吗？配套跟不上啊？是啊，它有什么配套啊？就是没什么配套的，医院又没有，超市又没有。哦，那不行，周边都没东西，超市都没有怎么办？这别墅卖多少钱一套呢？这个不知道。还有麦当劳呢，在里面。在经历了2个半小时之后呢，我跟 Luke 终于来到了北部万科城。22万的。22万是哪个？是多大的？2房的那个，他说5楼那个望湖的那一张贴的。哦，5楼22万可以去看一下哦。哦，对，那种湖景房啊。69平。然后呢，就是最早的呢，就是17这边。哦，从那里开始卖的。这里有个广体育中。哦。从小学到高中全部都有。新房的价格的话，基本上是在5000到6500。5000到6500，好的朝向6500。它是根据面积，这边的话就是根据面积不同，价格不同，面积越大单价越高。明白了。对，包括二手也是一样的。然后这边是12期，这里是9期。这里学校嘛，小学、中学，这里13期，这里3期、6期、8期。我们现在在这里属于5期，商业街上面只有4栋。是的。所以这租金是真实可以租到的吗？对呀。1000块钱，其实你租也可以啊。可以租到。这个22万，69平米，然后说看湖景啊，19万吧，一位。你看，就包括我刚才去的那里，它的大堂呀，它的楼道。这个3年多前，因为他们家煤气的。因为他们都没人住嘛。那这个是送的吗？不，这个是之前的业主，他本来买来度假的。结果呢也没来。就是，我们要。对，你看他放了茶室，他本来想度假的。这个厨房它已经装修好了。对，就是这些其实都是交标，你除了它的家私家电。然后业主是说。这3个房间是吧？就是它的上下铺和这个带走，剩下的。这个小房间。反正说实话，对客户来说不喜欢的，那你就一文不值。有好的我就推荐给你，你觉得我已经。他怀3胎了。哎呦喂！那要买4房了哦。3房不行哦。2个女儿让。但是就洗手间有点小哈。洗手间有点小。这种户型的话，洗手间都有这么大。你那也是一个洗手间还是2个？一样的，一样的户型啊。各个是一模一样。对对对。泳池是不开吗？平时？泳池就夏天也开啊。就这个没开啊。这个时间点开了吗？只是这个时间很热。没有人。对对对，像暑假的时候孩子比较多，很多孩子在这学游泳啊什么的。对。看房吧，更好一些，是这样。这个是跟在房顶上摆的。对，然后呢，这栋楼上面20人。那你可能买的更好一点。然后我买的还是北上，因为我比他晚开始。那个时候就是1个月以后。
呀，反正我们自己住，就跟他一样，就为了孩子上学，所以我们也不考虑这个东西。看房。这个也是一个入户方面的小入户方面的。哇，这房子长期用真的比较大。是啊。哇塞！因为整天都是关着门窗嘛，你想想，我们也不可能天天来这儿的。对，只能说正好有客户来看的时候通一下风。这也是北向。南。是南向吗？3房2个卫生间的都是南。这是南向啊。对，2个卫生间都是坐北朝南的，就放心。明白了。你要是嫌到后期，你就不用问朝向。对。它要么就正南，要么就东南。这个厅好像比刚才那个稍微大很多。它面积不大，它有95多高。对。还有2个卫生间。对。然后主卧多了一个衣帽间的位置。主卧它多了一个衣帽间。对，然后主卧也大一些。这个是95平米。95平米。它现在卖多少钱呢？想要？55万。那不便宜哦。它的价格就高，然后刚才那个12楼性价比高一些，它那个是79吗？不是，就是刚才我们12楼我没有找到钥匙那个，没有带钥匙的，那个它现在48、9可以卖。48、9。就是我跟你说的基本上都是业主底价。它这个是应该没有入住过哈，对，全新未住，就是开发商的交楼标准。就跟你买新房一模一样。如果要搬过来的话，它这个书房。去年23年开始降价到现在，大部分价格它其实是没降的。这个阶梯费。对。就是那毕竟它省。其他的户型2房的可能有3000来块钱。2房降的是最狠的。最狠的。对。是不可以直达。就是直接电梯直接下去。对，电梯直接到负4。就是整个班是17栋嘛，只有这4栋是收费制的。对，它还是有一定优势的。对，其他的是拿不了的。所以它贵也是有原因的。杜克，你觉得今天这个楼盘怎么样？我觉得 just so so。Why？ 这个地方周边呀、配套呀，或者你玩的地方都没有，很少。生活区啊，这种很少。3000多一个平米还好吧？2000多的可能是17的，比较少的。主要是生活不方便嘛。你不开车都不方便。对。哎呀，今天这个天气非常的热，杜克。很热，今天36、7度啊。然后我们那个小妹妹陪着我们一起看房。我小姐姐，一会儿要给她买瓶水。你的小妹妹，我的小姐姐。是的，她应该年龄不大，她年龄不大。看了2套房啊，一套平均3000多一平米，还有一套是要5000多一平米。一会儿我们再去看一个2房，通常应该是3000到5000之间吧，这房价。所以网上看到的2000多有，只是说不是真的，最低的。但是你可以挑，只有那么1、2套，你也可以挑它那个嘛，很少，卖不掉的嘛，对吧？所以这个位置呀、采光呀，肯定也不好。那倒没有，先不要了，你每次都乱发言。其实也不一定每个人都要买房，因为他这个租房也很便宜，对吧？对。他租金刚刚写多少钱69平的600到800。那我为什么不租一个呢？那我们可以租一个是2厅的。对呀，你就租到这就好了呀。加上管理费1个月1000块钱给。还有一个就是他这里其实很多是为了小孩。对，他是公立学校。对，听说一个学费，小孩只要交10多块钱书本费，所以呢，主要是为了孩子在这里买房比较多。9年义务教育嘛，都是免费的。然后我们右边好像就是那个，后边就是幼儿园。幼儿园我们来看一下，这幼儿园看上去还挺好哦。就是小学、幼儿园、初中、高中都在你们小区，很方便。你觉得呢？有点黑黑的。它书房又暗又黑，然后呢又通风又没那么好。就是这个是它的缺陷。我是的呀，他一来我就看他这个，我就觉得有点心里凉凉的。他这个卖多少钱啊？这个？这套的话，现在业主底价大概在33、34。他卖不到，他卖不掉，真的。所以就是因为他这里能卖这么高，是因为他进学校。其实就在这个小区里面都是几步路。就是很多就是为了孩子上学，他为了读这个学校。这叫什么学校？这个？万悦中学。不是铁一中是吧？不是铁一。刚才是23万，不是33万。别等一下搞差了。我就说这33万怎么要看这个呢？那你看它的光线和亮度都还可以。是的，我也有这种感觉。这个是这个是之前是那个朝鲜族的人买的。然后他们是喜欢席地而坐打地铺，所以他就装了地暖。
它你看它这个是有带电的，那这里的话它就是哦，重新装修了。它自也没己重新装修吧，就是说它自己就是有加湿家电嘛，它是说地板铺了以后，那这边它是万湖啊，确实视野好啊。对。所以万科的房子你不要以平常的那个看不到景色观念来看它。还有一点点景色在这边，有一点点景色。所以它这个要卖多少钱？这一套23.4吧。23.4。22的话可能还需要再跟业主磨一磨，再磨一磨价钱。听说这里的住户很多是江西呀、湖南啊、湖北的，你知道吗？讲普通话的人可能占一大半吧，更多。然后因为这里有学校嘛，所以很多人是在这里上学校。如果你上公立小学呢，公立中学就不用花钱；如果你上私立的学校呢，你就要花更多的钱。好，那你过来吧，我们在这里。现在我跟陆克在这里坐着打车，然后我们准备就往回走了啊。实在是太热了今天，而且我们看了4套房，2套3房，2套2房哈。2房的话呢就22万、23万，然后70个平米，便宜是真便宜，但是这个房型实在是很丑哈。还没有我们家现在住的太老了这个户型啊。可是我们家那个20多年前的比它还老呀，也比它强呀。但是刚才看的那个3房那个南向的95平米的那个，还是很经典的户型，那个要55万。平均下来的话，就算谈谈价，我估计也要5000多一点一个平米哈。但是那个在性价比来说的话，就又不算很高了。但是你看得顺眼啊，对，看得顺眼。对。但是2房的话呢，就3000多万一平米吧，3721，对，3000块一个平米能拿下来。但是呢，实用性也不是那么高。这个小区呢，还是适合老人家在这带小孩。如果你家里有小孩呢，你可以在这里住着，因为学校也比较多。但真的是偏呐，不是一般的偏了啊！我们走过来，从广州今天早上坐公共交通花了2个多小时，2个半小时，2个小时公共交通加半个20分钟打车，你整体的平均费用要花个50块人民币。所以对我来说，其实有一点失望啊。为什么会失望？今天我觉得没有达到我的预期。既然是广州鹤岗，你如果在这里躺平的话，你买一个22万的房子，然后你每个月也不用花什么钱，不是很好吗？对。从这个角度来说是很超值啊。那我们准备叫车回家了。撤啦，拜拜。